圣洁的天使降临人间，所有人都被她的美貌震惊，可男人却穿过人群，狠狠给了她一个大逼斗，随后更是残忍地将天使的翅膀折断。因为只有他知道，眼前的天使只是个喜欢杀戮的变态。原来男人曾经轮回了98次，在第99次轮回里，他仅凭一把镰刀便成为了最强人类，同时也是最后的人类。可就当童一要进入最后的关卡，结束这一切时，系统却提示首领房间至少需要5名玩家才可开启，因不满足条件，玩家将在5秒内死亡。童一发出一声冷笑，原来我早就输了吗？可看着自己的身体渐渐消散，他的眼神却没有丝毫的不甘。5秒过后，一道机械声响起，你已成功激活回归符文，回归符文达到使用上限，请开始你的最后一次轮回。此刻 H 国的人们正在迎接新年，可突然黑夜被一道圣洁的光芒照亮，紧接着一个天使伴随着光芒缓缓落下。起初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可天使只是抿嘴一笑，众人的反应正是他想要的。可当天使要开口说话时，却被人打断。一个男人发出质疑，认为天使是在玩角色扮演，可下一秒，天使眼中迸射出一道凶光，质疑他的男人头颅瞬间爆炸，可怕的一幕令所有人惊呼出声，只有童一不为所动。虽然经历了100次，但还是觉得这个天使十分讨厌。此时天使大喝一声安静，现在你们的灵魂将要去玩一个游戏，游戏一共20关，完成任务可以得到丰厚的奖励，并且还能重返现实世界。你们可以这么理解，只要完成任务，我就放过你们。不等众人反应，所有人纷纷被传送到了游戏场地。此时天使提醒众人，我给你们准备了礼物，打开你们的系统面板即可查看。童一熟练地打开自己的面板， ID 黑色镰刀，等级1级，称号暂无。在库存一栏有着一个道具，随机符文。童一不出所料地得到了回归符文，可这次系统却提示符文烙印失败，检测到玩家回归100次，获得称号时间最后的逆行者，效果死亡后在任意位置复活，并且恢复全部的生命值，使用后称号将会消失。童一十分震惊，要知道复活是只有牧师才能使用的技能，而且还只能恢复30%的生命值。见众人都陆续开启符文，天使打了一个响指，当前区域的玩家都收到了一个任务，消灭100只哥布林，否则任务失败。与此同时，不远处刷新出了一只哥布林，看清他那矮小的身躯，众人的紧张瞬间退去，认为跟玩虚拟游戏一样简单。玩家们兴奋的模样落入天使眼中，他邪魅一笑，场中顿时亮起成千上万道光柱，人类1万，哥布林5万，那么游戏就开始吧。话音一落，哥布林一马当先冲向人群，玩家们不知所措时，童一却站了出来，利用长腿优势一脚踹死一个，众人看得目瞪口呆。童一捡起掉落的武器，在一个团队里，若是不想被人找麻烦，就必须展现出强大的实力，同时引起天使的注意也很重要。面对2只哥布林的联手攻势，童一华丽又迅猛地将其解决，他的速度之快让旁人止不住的啧啧称赞，同时也让众人信心倍增。虽然我们没有黑莲那家伙强，但感觉可以试试。可下一秒，一道绿光闪烁，刚才说话之人瞬间被哥布林抹了脖子，众人慌忙逃窜，被哥布林打得溃不成军，惨叫声此起彼伏，宛若地狱一般。没人再敢把这当游戏来玩，他们唯一的信念便是活下去。在第1次轮回，童一也犯了同样的错误，直到死了几次他才清楚，没完成任务就没有人能离开这里。看着人类方的窘迫，天使竟然开怀大笑了起来，然而他的目光却时不时瞥向那个突出的男人，那个男人眼神里没有丝毫恐慌，短短片刻便达成了70%的任务进度。黑色镰刀，没想到你居然屏蔽了除任务外的全部信息。天使有些恼怒，不过很快就释然了。虽然引导这些人类有失自己身份，但没想到看着他们死去，竟然出乎意料的有趣。不知不觉童一已经升到了4级，每升1级会获得2个属性，童一全部加在了敏捷值上。敏捷不仅提高闪避几率，还能提高攻速和移速。很快第1个完成任务的人就诞生了，恭喜完成区域任务，恭喜你耗时排名全区域第1，越早完成任务得到的奖励也就越好。该区域第1名奖励低级武器选择权，同时作为全地区第1，还将获得特别的奖励。童一通过武器选择权得到了斯蒂尔短剑，这是新手阶段最优秀的短剑，而特别奖励他选择暂时保留。几个小时后，许多玩家陆陆续续的完成了任务，只是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哥布林已经杀光了。没想到你们还有点能耐，这倒是我疏忽了。紧接着天使张开羽翼开始召唤，令人绝望的一幕再次发生了。天使一脸的期待，这次我帮你们续了10万只哥布林，赶快开始游戏吧。最终该区域的第1关一共存活了5000名玩家，恭喜你们完成了任务，可以短暂回家休息。不过下一轮的游戏你们可还要再接再厉。此时系统公布排名，第1名黑色镰刀，第2名蠢蛋，第3名天马。存活的玩家将得到1000金币，金币可在10级后开放的商店使用。看到公告后，天使有些惊讶，没想到我负责的区域竟然出了第1名。黑色镰刀，你是得到了什么厉害的符文吗？童一潸然一笑回答道，你查看一下我的面板不就知道了。天使顿时有些语塞，却装作已经知道的样子。童一笃定天使已经上钩了，于是提出一个要求，我觉得全区第1给的奖励未免也太少了吧，天使大人，你能不能多给我点好处？此言一出，众人纷纷神色骤变，天使更是被震惊的无以复加，这个蝼蚁竟然如此贪心，要不是之前的全能是一次性的，不然我立马捏爆你的脑袋。突然他想到了一个主意，天使让其他人原地等待，自己要和童一私下谈谈。很快天使便坏笑着把童一带进了小树林，打算在这里把他做掉，只要没有
有目击证人，自己就不会受到处罚。当他挑好一块风水宝地，准备招呼童一时，转头迎接他的却是一只铁拳。当他反应过来，瞬间恼怒无比，可环视一圈却没发现童一的身影。突然身后探出一只大手，死死钳住天使的脖颈，另一只手无情地撕扯下他的翅膀。童一亮出藏在翅膀中的匕首，布里尔小姐，你是不是打算用这东西偷袭我？天使有些震惊，他不仅知道自己的想法，甚至还知道自己的名字。见童一取出匕首，天使顿时有些慌张，你再前进一步，我就让你的脑袋爆炸。可童一的下一句话便让他怔在原地，布里尔小姐，不管你怎么威胁，今天无论如何你都跑不掉。童一身形如剑，利刃闪电般贯穿天使身躯。恭喜你击败了一个天使，作为第一个击败天使的玩家，您获得了天使之血、杀戮符文以及称号天使杀手。面对天使微笑的脸庞，男人不由分说就打了上去。为了防止其逃跑，更是残忍地扯断了他的翅膀。男人之所以要这么做，竟然是为了得到传说中的天使之血，从而利用它转职为神话职业死神。在这个世界，只要玩家到达10级便能拥有一个职业，转职的凭证可以通过交换或者狩猎获得。然而当玩家满足一些特殊条件，便可以转职成为一性职业，两者之间无论是属性还是技能几乎没有可比性。而天使之血只有第一个击杀天使的玩家才能获得，这是童一在第12次轮回才发现的情报。此时系统提示，玩家灵魂将回到现实，第2轮游戏将在1个月后开始。唰的一声，众人猛地从地上坐起，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像是做梦一般，可地上迟迟没有醒来的尸体才彻底让他们认清现实。突然有人发现梦中的系统在现实世界也能使用，有人捡起一块石头，轻轻一捏便粉碎开来。没错，梦中的力量竟然继承到了现实。很快新闻就报道了这起诡异的事件，所有莫名昏睡的人死去了一半，不只是 H 国，全球各地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。童一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始，随着玩家的等级不断提升，他们也将获得更强的力量。有些人得到力量便开始为所欲为，估计最后一轮游戏还未开始，世界早已被玩家毁灭，所以自己必须展现出压倒性的实力，让他们不敢忤逆自己。回到家，再次看到弟弟，童一感觉很幸福，随后招呼他和自己去一个地方。弟弟白羊从没见过哥哥如此严肃，询问要去干什么。童一告诉他，自己准备去找方太奎报仇。方太奎是白羊学校里的校霸，不仅经常欺负白羊，甚至在第2次轮回残忍地将他打得双目失明。得知哥哥的目的后，白羊十分担心，直到他看过新闻后才明白，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超越人体极限的力量。童一说自己也是其中之一，让他放心。与此同时，方太奎正在收取保护费，可今天收到的保护费着实少得可怜。一个小弟灵机一动，或许白羊那小子手里攒了点，正准备去找他，童一就带着人闯了进来，说曹操道，白羊你小子快点交保护费，我的宝马都没钱加油了。童一见状冷笑一声，此番嚣张的姿态落入方太奎眼中，顿时让他摩拳擦踵起来。眼尖的小弟心领神会，老大用不着你动手。可下一秒，童一闪身而来，一拳撂倒一个，不等剩余人反应，脸上就挨了一击重拳，小弟都倒下了。方太奎却不慌，因为在拳击方面，体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可童一拳头上迸发出蓝光，一拳就把方太奎击退数米。方太奎想反击，却一直摸不到童一，因为童一点满了敏捷值。最后方太奎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不断求饶。可对伤害过弟弟的人，童一必须要给予一生难忘的教训。咔嚓一声，掰断了方太奎的5根手指。方太奎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，童一却没打算放过，又抓起了他的另一只手。非人的折磨下的3个小弟仓皇而逃，最后童一狠狠警告一番，这才肯善罢甘休。白羊很惊讶，不明白哥哥是如何做到的。童一解释，这是继承了灵魂游戏中的力量。说着就伸出手掌，一把匕首便被召唤了出来，空手变白刃。这一幕可把白羊羡慕坏了。之后童一去了银行，取出了半辈子的积蓄。过年了，想吃什么？哥请客。白羊买了从来不敢奢望的高级牛肉，吃得正兴奋，童一却将剩下的钱全部买了彩票。令白羊震惊的是，所有的彩票买的居然都是童一的号码。男人重生归来的第一件事，竟然是花光积蓄购买彩票，因为他牢牢记住了所有彩票的中奖号码。然而不知情的弟弟还在紧张地观看着开奖直播，毕竟哥哥花光积蓄当一把赌狗，倒还不如给自己买点好吃的。可当中奖号码出现时，白羊瞬间愣在原地，反应过来后，又仔仔细细地确认了10遍。我靠，头等奖！哥哥你快揍我一拳，让我看看这是不是真的。在得到哥哥肯定的答复后，白羊激动得差点蹦上房梁。这是童一每次回归都必须做的，用最快的时间获取资金，从而为玩家之间的交易做好准备。很快童一便带着彩票来到了银行兑换。当柜员得知自己中了头等奖后，瞬间就不淡定了，而得知情况的银行行长更是亲自接见，尊贵的至尊 VIP 客户，恭喜你中了大奖。随后毕恭毕敬地吩咐下属为童一领取奖金。童一拿出彩票100多张，全特么是童一的号码。柜员仔细确认后，眼珠子都瞪了出来。彩票一共中了225亿韩元，税后150亿左右。随后童一在这里开了一个股票账户，
紧接着将大部分存款投资了一个即将暴涨的股票。做完这一切，童怡又带着弟弟换了套大房子住。与此同时，蝶哥一拳砸碎了邻居家的外墙，他在游戏中获得了力量符文，属性点也全部加在了力量上。为了确认自己是否能一拳打死狮头牛，他来到了童怡的家门口。最近这小子居然不接我电话，而且还在人群中多看了我一眼。想到这，憋屈的怒火一瞬间爆发。可任他如何敲门大喊，里面的人都没有任何回应。直到动静惊扰到了房东，他告诉蝶哥，那户人家早上就搬走了。闻言，蝶哥有些震惊，但双拳却攥得更紧了。混蛋，别以为一走了之我就会放过你。而同一般的新家在市里最豪华的楼盘，虽然月租金高达2000万，但安保系统绝对是顶尖的。原来玩家每个月1号会进入灵魂世界，而这时他们现实中的身体将毫无反抗能力。有些玩家会雇佣杀手，在这个时间刺杀其他玩家，所以一个安全的环境，花再多的钱也值得。不一会，哥俩便带着礼物拜访邻居，表示自己是新搬来的，请多多关照。挨家挨户送到了44楼，可却没人开门。这时房主人从电梯走来，没想到这个邻居竟然是明星徐阿林。保镖以为他们是狂热粉丝，强硬的把两人赶走。回到家后，徐阿林满脸愁容，她的闺蜜死在了上次的游戏之中，自己也是在保镖的协助下才勉强活了下来。这时她想起了刚才兄弟俩里的哥哥，他那蔑视一切的眼神像极了那个男人。要是下次游戏能和他一起，说不定接下来也能活着回来。很快就到了每个月的1号，所有玩家都被强制召唤到了游戏世界，有些人惊喜，有些人恐惧。直到那个男人的出现，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。这时天使缓缓落下，人们都发现换了一个天使，新天使让大家不必惊慌。随后开始讲解第2轮游戏的规则。这一轮游戏不需要战斗，但你们要选出一个人成为区域代表。区域代表拥有强行指挥他人的权利，无论爬还是滚，你们都要听从代表的指挥。3个小时后开始投票，选出代表后，你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所有玩家都在商量投票给谁，只有童怡默默钻进了小树林。他打开了第1轮游戏得到的特别奖励，在3个选项中，童怡选择了3倍经验加成。他要在这一层达到10级，完成转职。在树林深处生活着高等级的哥布林，有着3倍经验加成，只是屠杀了半小时就到达了9级。童怡熟练地把属性点全加在了敏捷，无论你的力量有多强，无法击中对手那都是徒劳。男人杀害了圣洁的天使，竟然是为了转职神话职业死神。如今他已经集齐了天使之血，只要到达10级，男人便可凭借他来进行转职。在3倍经验的增益下，童怡短暂屠杀便到达了9级。可这一路走来，总感觉有人在跟踪自己。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你还是别逼我亲手把你救出来。话音一落，一男一女走了出来。男人解释自己叫安尚哲，并不是故意跟踪，所以想请童怡消消火。童怡认出了安尚哲，他是第1轮游戏中排名第3的天马的左膀右臂。天马在现实中是国内顶级大企业的长子。童怡若想通过第20关，则还需要4个队友，而他的第1个对象就是日后与天马有关系的牧师。安尚哲旁边的女人正是徐阿玲。联想起之前，童怡很快就猜测出安尚哲就是之前那个保镖。此时徐阿玲向童怡提出了合作邀请，却不料对方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合作不是要相互帮助吗？而我好像并不需要。话罢，独自前往了密林深处。这份嚣张的气焰让安尚哲心生不满，跟着这家伙简直是浪费时间。很快童怡一路屠杀，来到了狼人的领地。让他欣喜的是，狼人一来就是5只，估计够自己升级了。5只狼人一跃而起，向他包围而来。此时敏捷直加攻速的优势就体现了出来。不等5狼落地，童怡连续斩出一条剑光，刷刷刷！恭喜你到达了10级，你已满足转职的条件。您收到了隐藏任务，在投票前完成转职。奖励：今日商城5折优惠。很多人接到这个任务都是一脸茫然，虽然知道哪些职业适合自己，可却无法获得对应职业的转职证明。其实只需要在1小时内击杀30只怪，就能得到战士转职凭证。狂战士需要在流血状态进行一段时间的狩猎，刺客则需要多次命中怪物后背。童怡在第13次轮回转职成死神后，就一直坚持了下来。当他拿出天使之血，系统提示您是否转职成为死神。随着他的手指缓缓点击确认，刹那之间，圣洁的金光转变为猩红，磅礴的死气不断环绕在他周围。恭喜您成为死神，您获得了死神神符，白天使用增加攻击力，夜晚使用额外增加攻速，在夜晚保持静止，会大大降低别人发现你的几率。您已获得职业技能死神之印，攻击被标记印记的对象伤害翻倍。恭喜你获得职业武器死神的镰刀，攻击敌人时有概率增加攻击力。恭喜您完成了隐藏任务，您今日的消费享受5折优惠。作为第1个转职的玩家，您将获得一个随机技能，您获得了技能终极追踪，想象被追踪对象的面孔和 ID， 即可获取他的位置。童怡看了看价格，没想到这个技能居然价值2万金币，于是当即想象出了蝶哥的面容和 ID， 匹配成功。目标距离你大概
200米。与此同时，安尚哲正在带着徐阿玲逃命，而追击他们的人正是迭哥和他的3个小弟。安尚哲怒骂道：“无冤无仇，你们为什么要突然袭击我？”迭哥大笑：“我们才不稀罕你，我们只是想要一个东西，就比如那个长得很像大明星的妹子。”安尚哲顿时陷入犹豫，如果早知道他们的目标，自己绝对会毫不犹豫离开徐阿玲，毕竟因为一个女人而死，太不值得了。就在这时，童怡追踪了过来，在场的每个人都对这个神秘又冷酷的男人充满畏惧。安尚哲犹如抓住救命稻草，把迭哥的所作所为都讲述了出来，压力顿时给到迭哥。迭哥心虚的摆摆手，不管他说的是不是事实，总之不关你的事。此言一出，童怡冷笑一声：“他们俩我认识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”刹那间，猩红死气从他体内迸发，死神镰刀被童怡高举肩头，狂暴的气势释放。迭哥几人瞬间被吓得冷汗直冒。当别人还在被新手怪追得满街跑时，男人早已转职神话职业死神；别人还在使用木弓木剪，男人已经白嫖到了神器死神镰刀。然而面对一拳能打死一头牛的壮汉，男人却选择不用神器，与之公平一战。就在童怡成为全区第1个转职的人后，系统奖励了他一个技能终极追踪。童怡当即发动技能追踪迭哥，却没想到迭哥这家伙正在强抢民女。作为一个无情的男人，童怡出手相救也是有目的的，如果救了天马的左膀右臂，就能让他还自己一个人情，到时候把他裤衩子都坑出来。眼见童怡插手，迭哥顿时吓得冷汗直冒。他曾亲眼见证眼前的男人屠杀哥布林的一幕，此时童怡给了他2个选择，要么打一架，要么跪下诚恳地祈求我放过你。闻言，迭哥顿时为难了起来，要不是朋友在看，不然我早就给你跪下了。自尊心让他不得不选第1个选项，想想自己可是点满了力量，如果运气好，甚至一拳就能结果了这家伙。见状，童怡将死神镰刀收回，毕竟赢得太轻松可就没意思了。下一秒，童怡猛地镇定，如风般向迭哥急速掠来。迭哥心中大喜，愚蠢的家伙，就等着脑袋开花吧。今天一拳猛然挥出，却不料童怡身法鬼魅轻松回避，紧接着是大力沉的膝撞痛击迭哥小腹，嗖的一声，迭哥身形如皮球般倒飞数米，还未停下。当他艰难地站起身，迎接他的又是童怡雨点般落下的铁拳。终于，一旁观战的人看不下去了，准备放支冷箭。好在有着徐阿玲及时提醒，那个敏捷点满的男人施展出反复横跳，轻描淡写地躲开了小嘎嘎的4次连手。靠近那人身前，童怡的死神镰刀浮现，唰的一声带起一片血花，同时还有持弓那人的左手。剩下2人还想偷袭，童怡挥舞死神镰刀刮出一道罡气，呼哧一声，2人断手断脚倒在地上，止不住哀嚎。迭哥抓住机会本想开溜，可下一秒一道罡气袭来，炸起一片血花，让他喜提称号杨过大侠。在天使还未出现之前，迭哥等人就一直霸凌童怡，如今每次回归，童怡都会让他们承受终生难忘的痛苦。残忍的手段让安尚哲心惊胆战，童怡的实力更是让他琢磨不透。不过安尚哲2人还是真挚地表达了救命之恩，你可以告诉我你现实中的名字，游戏结束后我会给予你丰厚的酬劳。童怡没有回答，自顾自前往了密林深处。与此同时，5000名玩家正在争夺代表的位置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蓝发男人提出了建议，他的声音直入人心，仿佛有魔力一般。我觉得大家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得赶紧进行投票，选出一个代表。听到他声音的人都不由自主停下了手里的动作。这时蓝发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，在第1轮游戏，他得到了一个十分鸡肋的符文，说服符文，增加自己的说服力，对高自己等级的对象无效。这东西明显对听不懂人话的野怪无效。本以为会惨死在第1轮，可他却灵机一动，想到了一个办法。在别人将哥布林打至残血时，蓝发说服那个男人去帮助柔弱的女生，他们前脚刚走，自己就收割下了残血的哥布林。如果操作得当，那么自己将会成为区域代表，拥有天使之下万人之上的绝对权力。此时蓝发决定，众人先推荐出5个代表候选人，然后从候选人中选出一个心仪的对象。很快就有人推荐蓝发成为候选人，因为代表需要有领导能力，蓝发现在的表现就非常好。也有人推荐实力强大的黑莲，毕竟他在第1轮中取得了第1名的成绩。很快众人就选出了5个候选人。就当蓝发准备发动说服时，却被一个不满意的男人打断。他是该区域排名第2的玩家，蠢蛋始终没有被蓝发的说服影响。去你爷爷的候选人，你们就应该把票投给我，否则我他妈就弄死你。蓝发还想尝试一下说服，可下一秒匕首寒光一闪，他的声音戛然而止，倒在了血泊中。如果你们不给我投票，这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名叫蠢蛋，他特意取了一个憨憨网名，以用来扮猪吃虎。可为了争夺决定众人生死的代表位置，他终于不再隐藏本性，把人头当麦子割。在这里没有监控，没有条子，甚至没有王法，自己想下多少人就下多少人。凡是不想支持自己的人都难逃一死。他的凶狠嗜杀让所有玩家都不敢忤逆。与此同时，童怡历经2个小时灭绝了附近的狼人，而他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6级。随着投票时间的到来，所有的玩家都收到了强制召唤。当他们回过神，发现脚下遍布玩家的尸体，蠢蛋立于血海之上，冷冷开口：“待会谁不把票投给我，这就是谁的下场。”
童怡认出了蠢蛋，他在现实中叫赵忠直，是黑帮里的大哥大。这时赵忠直穿过人群走向童怡，小伙子，做我的小弟，我就饶你一命。童怡不屑地冷哼一声，如果你现在跪下，我就当作没听见。下一秒，猩红死气透体而出，死神镰刀被他立于身前，仅仅是散发的威势，便让赵忠直瞳孔骤缩，不差而立。怎么不回答？难不成是忘记说话了？赵忠直紧咬牙关，作为黑帮老大，他也有自己的尊严，武器再华丽有什么用？有本事就打一架。童怡笑而不语，刚刚只是想打压一下赵忠直的嚣张气焰，并不想盖过他的风头，只有让他成为代表，在第3轮游戏才能更好的利用。就在这时，天使的出现打破了尴尬的气氛，时间已经到了，请开始选举代表的投票。一瞬间，所有人收到任务，注视着你要投票的目标，然后在心里进行投票，未完成任务将被淘汰。碍于赵忠直先前放的狠话，大部分人都将目光投向了赵忠直。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女人注视着其他人，你竟敢不看我！随着倒计时结束，最终得票名单公布，第1名蠢蛋，第2名黑色镰刀。赵忠直有些惊讶，自己和童怡居然只差了400票，你们可真会玩，竟然偷偷把票投给了黑莲。好在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天使也为赵忠直表示祝贺，恭喜您成为代表，获得技能指挥权，您可以向玩家下达命令，玩家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，该技能使用次数10次，一名玩家只能下达1次命令，该技能对完成转职的玩家无效。看完技能介绍后，赵忠直无比震惊，这时天使坏笑着把技能的效果公布给了众人，指挥权并不是无限制使用的，而且只对未转职的玩家生效。见此一幕，赵忠直气得肺都要炸了，什么破指挥权，老子一口气得罪了5000多人，你就给我这么个垃圾玩意！投票完成，天使并没有宣布游戏结束，本轮游戏其实还有一个隐藏任务，完成转职。这个任务的触发条件是达到10级。紧接着天使公布了最先完成隐藏任务的人员名单，全区域第1名黑色镰刀，第2名天马，第3名愚蠢的白痴。而当前区域完成任务的只有黑色镰刀一人，也就是说能无视区域代表强制指挥的人也只有他一个。紧接着童怡就收到了完成任务的奖励，第1级防具选择券，请在3件装备中选择1件，第1件铠甲太笨重，第3件没有防御力。童怡无脑选择了猎人皮衣，同时作为全地区排名第1，他还获得了特别奖励。在奖励的3个选项中，童怡选择了第3轮的3倍经验。奖励发放结束，所有人的灵魂都回到了现实。耶哥猛地从梦中惊醒，令他震惊的是，自己断掉的手臂竟然恢复如初。难不成只要没死就能带回完整的身体？可回想起那肢体撕裂的痛楚，耶哥暗自发誓，以后绝不再招惹黑莲。女孩从开学暗恋男孩到毕业，虽然是同班同学，可男孩却连女孩的名字都没记住。女孩有些失落，可在得知了童怡患有脸盲症后，女孩踮起脚尖，凑到了男孩的面前。我叫敏珠，我的脸长这样，你记住了吗？回过神来的她有些脸红，可更多的还是尴尬。都快毕业了，还在和同班同学互报姓名。童怡小声的安慰起女孩，现在才知道也不晚，又不是毕业后就不联系了，所以能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？原来在童怡得到第2轮的奖励之后，回到现实的她当即发动追踪技能，以追踪到目标安上者，目标距离你大概9米。这下终于证实了童怡的猜想，他果然就是住在楼上的保镖。突然安上者与自己的距离在急速扩大，童怡一路跟踪，来到了天马企业的楼下。楼上的安上者已经和天马会面，天马名叫马景洛，是国内顶尖大企业的长子，徐阿林是他们公司旗下最火的明星，安上哲则是他最忠心的下属。短暂交流后，安上哲直奔主题，询问天马游戏中该如何转职。天马潸然一笑，解释自己只是运气好，猎杀了几只怪就掉落了转职道具。其实天马在第1轮游戏得到了黑暗骑士符文，这个符文能让他在10级自动转职成唯一职业黑暗骑士。这件事即使是面对视若亲人的下属，他也没有透露。闻言安上哲称赞，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，更何况您还连续进入了全区排名的前3。天马摆摆手，让他少拍马屁，你专门来找我还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安上哲神色一凝，在游戏中我们遇到了几个基于徐阿林美色的混混，好在黑莲出手相救，要不然我们就回不来了。天马抿了一口冰红茶，自己可是差点失去了部下和事业，看来欠了黑莲一个很大的人情。随后转告安上哲，在下1轮游戏还能遇见他，麻烦替我向他问好，还有密切关注他，看看能不能帮上忙，我可不是一个欠债不还的人。安上哲点头，好的老板，我一定转告。楼下童怡确认了安上哲的目的后，就原路返回。他也曾考虑招揽天马，成为攻略第20轮的队友，可暗黑骑士这个职业他还需要考察。暗黑骑士是强制转职，而且要想使用该职业的黑暗终结之力，则需要充能一种专属于黑暗骑士的黑魔力。黑魔力的获取方式极其变态，可它却恰好符合天马的兴趣爱好。想象要和一个精神病做对手，那还真是有点可怕。几天后，一家便利店的老板正在愁眉苦脸，因为新闻上播报有一个人买彩票连续中奖，短短几天狂赚600亿，这导致全国停止售卖彩票，让便利店的销售额直线下降，已经快交不起房租了。女儿敏珠为了减少父亲的压力，决定找一份兼职。见父亲依旧闷
闷闷不乐。敏珠伸出手掌，随后一道温和的绿光洒落在了父亲身上。父亲顿时感觉浑身气势一震，腰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。敏珠笑着解释，这是一个叫祝福的技能，是自己在梦中转职为萨满获得。如果父亲你不振作起来，我就定时为你释放这个技能。就在这时，童一走进了便利店。店长您好，我就是那个买彩票连续中奖的人，彩票停止销售对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，我对此深感抱歉。店长十分震惊，但还是摆摆手表示没关系。可童一却从包里掏出一张信封，这里是1000万韩元，请你务必收下。不等拒绝，童一便转身离去。店长和敏珠都觉得这钱是不能收的，于是追了出来。童一同学，是你吗？童一转过身，面露歉意，不好意思，你是谁？我有点脸盲。当然这是一个谎言。童一在第20个轮回里救了敏珠，直到那时候他才清楚，两人原来是同班同学。在之后的轮回里，童一都会假装偶遇敏珠，然后把她拉拢成自己的队友，于是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。童一用这个谎言得到了敏珠的联系方式，敏珠脸颊浮现出一抹红晕，就连信封都忘记了还。在很久以前，敏珠目睹了童一被蝶哥霸凌的画面，于是他通知老师才救下了童一。为了确保童一是否安全回家，于是敏珠跟在了身后，却发现他若无其事的还做着兼职工作。渐渐的，敏珠了解了童一是一个内心比看起来还要坚强的人。自那之后，敏珠就对童一产生了兴趣，可他却始终没有勇气上前搭话。如今他感觉这就是上天给的机会，那么明天就约他出来吃饭吧。憨厚老实的青年，梦想却是成为一名罪犯。为此，他不惜抛弃尊严，任一名虾人犯做老大，只求他能在这条违法犯罪的道路上引领着自己前行。原来就在敏珠得到童一的联系方式后，第2天就向他发出了吃饭的邀请，这是一个好迹象。童一可以很自然地拉拢敏珠成为队友。来到约定的地点后，气氛就变得有些尴尬。腼腆的敏珠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和童一单独吃饭，他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，于是询问童一买彩票中了多少奖金。童一潸然一笑，大概下辈子都不用担心钱的问题，可现在需要担心的是接下来的游戏能不能活着。童一把话题拉到了游戏中，敏珠顿时想到了很多问题，询问童一目前的等级。童一没有贸然暴露实力，只说自己10级未转职。敏珠有些得意，自己也是10级，但是巧合之下转职成了萨满。说着，他的手掌涌现一抹绿光，这是我的技能祝福，能增加全属性，祝福使你的全属性提升了50%，祝福持续时间3小时。正如童一所料，萨满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职业，我感觉很舒服，谢谢你敏珠。敏珠连忙摆手，如果你想要祝福就说一声，这对玩家的我来说毫不费力。还有，很感谢你的1000万，无论如何我都会还的。童一有些错愕，我早就说过了，自己不担心钱的问题。这时敏珠灵机一动，取出一个水晶，这是我狩猎时得到的，请你至少收下这个。吃完饭后，童一查看起了水晶的属性，第1级紫色魔力水晶，其中能感受到隐隐的魔力。由于等级太低，所有人都无法得知它的用途，可一旦到达20级，这东西就会变得相当抢手。玩家到达20级会开发融合功能，通过这个功能，玩家便可以把魔法水晶融合进装备。魔法水晶一共有7种颜色，其中紫色是最为稀有的，它能增幅装备的全属性，而其他颜色的水晶只能单独增幅1种。童一感觉很幸运，毫不费力就得到了这个好东西。这时祝福技能的持续时间马上消失，童一取出了一袋装有100只虫子的袋子，随后无情一脚全部踩死。在击败天使时，系统奖励了天使之血和杀戮符文，这个符文的效果能让玩家在同一个回合内每击杀一个敌人，提升所有属性1%，最高100%。此刻童一的运气已经提升到了45点，他要借此机会开启奖励随机金袋，打开后随机获得1到9900个随机金币，只要运气值够高，得到的数量就越多。随着金袋光芒闪烁，恭喜你获得金币9999。回到家后，童一迫不及待地打开金币商店，在不断的刷新下，很快就刷出了星星念的装备骷髅骨项链，智力+3，一个回合内每击败一个敌人攻速+1，最高增加26%的攻速。在使用了5折优惠券后，花费2300将其收入囊中，1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，很快到了玩家们参加梦中游戏的时间。第3轮的游戏位于一个废墟城镇，在城镇中心有着一个散发耀眼光芒的巨大水晶，所有人都感到了不安，直到赵忠直的出现，玩家们聚在一起偷偷议论，认为他不配当这个代表。就在所有人都敌视他时，有只青年蝶哥站了出来，大哥你好，我是来加入你的。赵忠直有些惊讶，询问蝶哥是不是自己黑帮里的人。蝶哥激动地回道，您是我的榜样，加入您的帮派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咕通一声，蝶哥跪地诚恳地祈求，我会把您当一辈子大哥，请让我加入您的帮派吧。赵忠直有些惊喜，这辈子见过很多疯子，这么精神的疯子还是头一次见。我同意了，快擦掉你的眼泪，别毁了我们帮派的名誉。男人是当地最大黑帮的大哥大，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世界，他已然将自己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可即便恶贯满盈，染血无数，他仍然把尊严看得比生命更重要。就在刚刚，蝶哥正式加入了赵忠直的黑帮势力，所有人都对他的行为感到不解。可就在这时，天使终于出现，紧接着全体玩家都收到了第3轮的任务，请在3小时内守护圣物。眼尖的玩家已经发现，参与者有4900人，可达标名额却只有1200，也就是说，这一轮游戏将淘汰3/4的玩家。随后，天使开始宣布游戏规则。
规则，每30分钟城门口就会涌入野怪，野怪的最终目标是摧毁城镇中心的圣物，你们的目标则是齐心协力守护圣物。如果圣物被毁，迎接你们的将是巨大的惩罚。任务结束后，将按照击败怪物的数量进行排序，最终排名1200以下的玩家将会被淘汰。根据本轮游戏特性，游戏怪物数量虽然多，但是所有属性会被削减2/3，经验和金币的掉落也会降低。赵忠直很快就参悟了玩法，说白了就是看谁杀的怪多，自己有强制指挥权，这一轮绝对能活下来。可天使的下一句话便让他成为众矢之的。现在区域代表可以使用强制指挥权，可如果代表死亡，那么凶手将会继承代表位置，并且重新获得10次指挥权。4000名玩家的目光瞬间投向了赵忠直，可不等众人动手，童一大步走到了赵忠直身边。我认为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，我可以保护你的生命不受威胁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对我的话言听计从。此言一出，所有玩家都不可置信地瞪大双眼。虽然这个条件十分诱人，如果拒绝，自己将会被4000名玩家追杀。可让一个黑帮硬汉去给别人做小弟，赵忠直的自尊让他选择了拒绝。这个回答和之前的轮回一样，童一现在要做的就是和他撇清关系。那么从现在开始，你的死活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得到童一的回答，众人如释重负，纷纷嘲笑赵忠直，如果命都没了，还要尊严干嘛？就在玩家们磨刀霍霍准备动手时，系统却提示第一波怪物即将到来，请玩家们做好准备。赵忠直抓住这个机会，悄悄跟在了童一的身后，却没想到那家伙居然一个人来到了怪物的刷新点。童一转动死神之镰，唰的一声将最靠前的几只哥布林解决，随后如虎入羊群，沿途只留下残肢断垣。如此恐怖的实力，让一旁观望的赵忠直心惊不已，不能浪费时间了，自己也得去杀怪升级。赵忠直投身战场，刚准备大展身手，突然一支利箭擦着他的脸颊飞过。卧槽，我可没见过有哥布林玩弓箭的，一定是哪个老六在偷袭我。就在赵忠直愣神之际，一名玩家持枪袭来，刺中了他的腹部。反应过来后，他拔出长枪用力一拉，那名玩家的身体便不由自主地撞向了赵忠直的刀尖。这一幕顿时震慑住了周围虎视眈眈的玩家，而人群中一个高大的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区域排名第3的黑炎龙，赵忠直发动技能控制权，从现在开始你就负责保护我。与此同时，童一的猎杀数量已经达到了500。当他解决完这里的怪后，第一轮的浪潮也终于结束。他在城镇里找到了赵忠直，有了蝶哥和黑炎龙的保护，赵忠直觉得能撑到游戏结束。很快第2轮浪潮开始，童一默默回到了刷新点杀怪，在3倍经验的加成下，他的等级终于提升到了20级。您已开放融合功能，您的技能死亡之印效果提升 20%， 您获得了新技能死亡之夜，在半径500米内投射出黑暗能量，创造出一个人造的黑夜。男人的死神职业再次得到升级，不仅原有的技能效果获得增强，更是解锁了新的技能死亡之夜。在男人创造的黑夜中，他将真正成为收割生命的死神。就在刚刚，童一的等级提升到了20级，成功解锁了死神职业的第2技能。在死亡之夜的范围下，童一可以激活死神神符的黑夜增益。愣神之际，又有一批哥布林向他扑杀而来，正好拿你们试试新技能死亡之夜释放。一瞬间，所有生物被黑夜遮蔽双眼，迎接他们的是死神无情的收割。屠戮了3波野怪浪潮，童一现有的金币已经达到了2万。随后他毫不犹豫地购买了一个侦察技能，这个技能可以侦察附近300米的目标。与此同时，赵忠直已经使用了全部的指挥权，只要再撑1个小时，他就能活着回到现实。很快系统提示第4波浪潮即将到来，数量不仅是幸存玩家的4倍，而且还是实力更强的狼人。可就在这时，密谋已久的玩家开始对赵忠直采取行动，只要获得他的全能，这回合就能100%活下来。在小弟的掩护下，赵忠直一路向东找到了童一，我愿意做你的小弟，求你救救我。可童一看中的只是他的全能，毫不犹豫拒绝了赵忠直。此时赵忠直后悔不已，早知道一开始就答应他的要求。而玩家们更是幸灾乐祸，你上一轮不是很嚣张吗？这就是你的报应。突然蝶哥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赵忠直仿佛看到了希望，让蝶哥如果保护好自己，就让他做黑帮的2把手。可没想到，闻言的蝶哥居然一拳呼在了自己的脸上。不等他反应，力量点满的蝶哥又连续挥出几拳，直到冰冷的电子音响起。区域代表赵忠直已死亡，凶手蝶哥将继承代表全能。蝶哥握紧双拳，满是激动，有了强制指挥权，就能让徐阿林认自己摆。紧接着蝶哥便跑向童一，我已经成为了新的代表，我愿意成为你的手下，请你保护我。这副有恃无恐的态度让童一感到不满，他让蝶哥跪着把刚才的话复述一遍。看着身后虎视眈眈的玩家们，蝶哥短暂挣扎后选择抛弃了尊严，请让我做你的小弟吧，求你了。做完这一切，童一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，我要保护这家伙，你们要与我为敌吗？见此一幕，众人只能选择识趣的离开。而第4波的浪潮也已经接近尾声，如果就这样结束这场游戏，那未免太可惜了。随后童一吩咐蝶哥使用全能，将城镇中心的圣物摧毁。听到童一的话，蝶哥有些震惊，因为天使说过这样会受到巨大的处罚，可他不敢违背童一的命令，于是争取能够保留1次全能，那是他准备留给徐阿玲的。可童一却十分冷漠的拒绝，并且报出了10个人的名字，这10个人全是蝶哥的朋友，可蝶哥却无所谓的对他们发动了全能。很快10人出现在了城
城镇中心，并且开始了对圣物的破坏。反应过来的玩家们想要阻止，对他们痛下杀手，可终究还是完了。伴随着刺耳的咔嚓声，所有玩家收到通知，圣物遭到破坏，神罚代理人将在30分钟后出现。看到提示的玩家都陷入了恐慌状态，只有那个男人除外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第3场游戏的隐藏任务。5000人拼死守护的圣物，男人却偷偷摸摸地将其打碎，只因他知道这是游戏的隐藏任务之一。当玩家们收到处罚任务后，都无比恐慌。可看到任务奖励有3000金币，众人很快就释然了。只要再存活30分钟，就能得到比守护圣物更多的回报。这也就是同意让迭哥打碎圣物的原因。可很快系统提示，检测到圣物遭到玩家破坏，攻击圣物的玩家将会受到处罚，全属性永久下降 50%。受到处罚的几人无比恼怒，因为自己只是受到控制才这么做。当他们怒气冲冲的要找迭哥算账时，系统又传来提示，由于区域代表未能守护好圣物，将受到全属性下降 50% 的处罚。得知情况的迭哥一脚踹碎墙壁，虽然这一切都是那个男人让自己做的，可是为了保命，自己不得不服从。与此同时，统一为了消灭神罚代理人，从商店购买了许多装备，随后又将紫色魔法水晶与骷髅骨项链融合成功后，骷髅骨项的全属性增加了1点，紧接着又把沙哥布林掉落的水晶也融合进了装备。虽然都是低级的水晶，但有总比没有强。随着乌云遮蔽天空，神罚终于要开始了。在之前的轮回里，2700玩家最后只活下了500，因为作为神罚的怪物，至少需要5名40级的玩家才能击败。虽然同一只有20级，但他有天使杀手的称号，该称号能对神性生物造成双倍伤害。他有把握借此击败神罚，从而得到最好的奖励。随着天空被炽烈的金芒撕碎，一个神圣的天使沐浴着霞光缓缓垂落。见此一幕，众人的紧张缓缓退散，躲避这家伙就能活下来，这未免也太容易了吧。可下一秒，天使用权杖敲击地面，嗡的一声，一道紫色光照扩散，将一部分玩家困在其中。神罚代理人已释放限制领域，除施术者，任何玩家都无法离开该区域。该区域内所有玩家属性下降 50%。统一扫了一眼，大概300名玩家被困在光照之中，随后又默默地转过头，因为他们已经没救了。下一秒，神罚代理人张开羽翼，召唤出万千利剑，利剑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扫射，一个呼吸间，300玩家便丧命于此。统一抓住机会，绕到了神罚代理人的身后，只要屏障消散，自己就能展开偷袭。不一会，他的机会就来了。同一迅捷如风，急速向代理人靠近。他不担心代理人会掉头，因为他没有耳朵。在攻击即将落下之际，同一释放死神之印，让目标受到的伤害提升 120%。就在这时，代理人察觉到了一丝杀气，可还是晚了。同一的死神之镰已经狠狠刺进了他的眼睛，仅一击就造成 40% 的血量。同一拉开距离，再次寻找机会。代理人释放屏障，想要抓住同一，可就在屏障融合的前一秒，同一显之又显的脱离了范围。他知道代理人的屏障没能困住人，就会发动失败。抓住这个机会，同一速如闪电，死神之镰再次击中了代理人的眼睛。代理人虽然发出一声嘶鸣，但还是以极快的速度释放出屏障。同一虽然被困在其中，可却露出胜券在握的表情，因为没了眼睛的代理人就是一个沙袋，而代理人由于失去了双眼，准备召唤光剑无死角打击，可是这么近的距离已经来不及了。死亡之夜瞬间笼罩，光明无法战胜黑暗，这就是世界的法则。男人的死神职业首次大展神威，竟然独自击败了神之处罚的代理人。要知道，这可是令5000玩家都避之而不及的杀神。就在刚刚，神罚代理人释放万千光剑，准备向周围进行无死角打击。由于他没有听觉，又被刺瞎了双眼，浑然不知敌人就站在自己身后。撕拉一声，同一挥舞死神镰刀，狠狠斩断了代理人的翅膀。代理人反应过来，终止施法，权杖横扫而来，却被同一躲过。紧接着他一个大跳，跃到了代理人的右侧，死神镰刀顺势下劈，斩断了他的另一只翅膀。回头望去，代理人的血量只剩下最后的10%，然而同一却没有急着补刀，反而急速拉开距离。下一秒，代理人周身迸发出圣光，系统提示代理人濒死释放被动技能最后的光辉，代理人进入无敌状态，持续时间60秒。此时代理人召唤出无数黑洞，仍然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扫射。同一早有所料，站在安全距离外静静等待，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刺瞎代理人双眼的原因。随着时间的缓缓流逝，代理人的攻击也越发凶猛，可一切都是徒劳。无敌解除的那一刻，他察觉到了身后有一股杀气在急速向自己逼近，不等代理人转过身，同一凌厉的斩击便削掉了他的脑袋。恭喜你击败了神罚的代理，您的等级提升了3级，您获得了8000金币，根据表现额外奖励4000金币。作为第一个击败神罚代理人的玩家，您获得了称号对抗天谴之人，您获得了奖励浓缩的以太以及光辉符文。浓缩以太可以增强装备的等级，也是同一要击败代理人的主要目的，而光辉符文的效果是每提升一个等级增加1点智力，以及1%的技能效果。现在同一已经到达了30级，智力增加了30，这下就暂时不用给智力加点，
与此同时，所有玩家也都收到了任务完成的提示，获得了3000金币的任务奖励。他们围在同一周围为他欢呼呐喊，可也有些敌对他的玩家流露出了怨恨的神色。这家伙原来这么强吗？简直是个怪物。这时天使也出现，为他的实力感到赞叹，独自击败天罚代理人。我真心认可你的实力。那么请问玩家黑色镰刀，你怎么想到要消灭代理人的呢？同一叹了口气，只是看到他屠宰人类，于是忍无可忍就把他宰了。这个回答再次震惊了在场众人，原本以为他只是傲慢才这么，没想到竟然是为了我们。一时间所有玩家对他的看法都发生了转变，但利己主义的天使却不明白同一所说，明明刚才还互相撕咬，现在却又像没发生一样和睦共处。正当玩家们以为结束了的时候，天使却宣布了一个残忍的消息，现在让我们看看贡献排行，只有靠前的1200人才能活下来。全区域第一，黑色镰刀，消灭怪物3600只；第2名愚蠢的白痴，第3名天马。该地区第1名黑色镰刀，第2名安尚哲，第3名徐阿林。看到同一的等级已经到了30级，众人都怀疑他得到了经验加成。事实也正是如此，如果不登上全地区第一，或许连有这种东西都不知道。很快同一的奖励发放，该地区奖励终极戒指选择权，请在风之戒指、魔力戒指和抵抗戒指中选择一个。虽然看名字很鸡肋，但同一还是选择了抵抗戒指。抵抗戒指运气加4，对异常状态有抵抗力，自己的属性虽然很高，但受到异常状态还是会死。虽然接下来很久都用不上，但还是得提前做好准备。随后系统又发放了全地区第一的奖励，第4轮50%的经验加成，4000金币。第4轮的情报，往常同一都是选择经验加成，但他已经提前知道第4轮打怪并不是最终目的，于是在3个选项中选择了4000金币的奖励。这时天使阴森一笑，大家都清楚了自己的排名了吧？1200是最低及格线，那些没达到及格线的玩家们瞬间就慌了，他们无助的大喊着是系统出错了，自己明明猎杀了很多怪，怎么会排名这么落后？然而天使并没有理会，没达到及格线的虫子，就让我来消灭你们吧！话音一落，数千名玩家的身体化作流光，一点点的消散在空气之中。此时系统提示，第3轮游戏结束，第4轮游戏将于4月1号进行。嗡的一声，徐阿林的意识回到本体，猛然坐起。这次存活下来让他十分欣喜，而且还在第3轮里转职成了召唤术士，有着召唤物的辅助，让他的排名进入了该地区的第3名。望着系统发放的奖励，徐阿林却想着，如果送给黑莲，他会不会喜欢？玩家们只是打碎了圣物，不仅召唤出了审判众人的神罚代理人，还因此得到了全属性下降50%的负面增益。回到现实的迭戈立马就接到了电话，那头的人对着他就是劈头盖脸臭骂一顿，都怪你个够把玩意，你怎么能用代表身份命令你的朋友？你真特喵是个王八蛋！迭戈无奈的解释，那种情况自己别无选择，否则我可能会死在黑色镰刀的手中。那你应该直接去死，与其给朋友添麻烦，倒还不如去死。闻言的迭戈有些愤怒和委屈，我的属性也下降了50%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可电话那头传来的仍然是骂声，要不是你基于代表的位置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。还有你在现实中不要那么拽，不然我会撕烂你那张嚣张的脸。迭戈的怒火刚刚爆发，可电话却已经挂断。妈的，敢撕烂我的脸，我下次干死你们！画面一转，安尚哲来到了天马的公司汇报情况。天马在得知他和徐阿林都活着后很是欣喜，随后询问安尚哲当前的等级。安尚哲毕恭毕敬的回答，我和徐阿林都是11级，但他转职成了召唤术士。闻言天马顿时来了兴趣，这听起来似乎是个稀有的职业。安尚哲点头，召唤术士的精灵能释放魔法护盾，这才让我们安心的度过了第3轮游戏。天马潸然一笑，你做得很好，请继续和徐阿林保持紧密的关系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和他交往。安尚哲闻言身形一怔，天马见状解释，如果交往，你能更好的了解他，并不是让你们真的在一起。可看见安尚哲慌张的模样，天马也没有强求，随后语气一变，询问安尚哲来找自己的目的。安尚哲深鞠一躬，面露歉意，您之前让我有机会帮助一下黑色镰刀，这件事我没办成，而且您要转达的话我也没能带到。随后安尚哲把第3轮游戏里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天马，天马顿时陷入沉思，神罚代理人听起来就很强，然而黑色镰刀居然独自击败了他。安尚哲补充道，不仅如此，他好像是早就知道了攻略，然后用碾压性的实力将其击败。黑色镰刀他从一开始就不需要帮助。闻言的天马再次陷入沉思，本以为自己凭借暗黑骑士符文就已经足够强大，但黑色镰刀的实力自己似乎还远远预料不到，如果有机会，那还真想见见他。虽然安尚哲没完成任务，但天马没有追究，随后神色一凝，询问他当初基于徐阿林的人查到没有。安尚哲表示有些眉目，当初那伙混混的头子，他的 ID 叫迭戈，如果现实中也叫这个名字，那全国大概有20个嫌疑人，如果把范围缩小到这个省份，嫌疑人也就缩小到了5人，可要想查出这5人的住址，则还需要花1个月调查。
天马估摸着时间，大概要在第4轮结束才能有结果，但他还是不放心，于是叮嘱安尚哲积累金币，然后在游戏商店中购买终极追踪的技能。安尚哲点头，随后想起了一件事：1个月前，有人大量买进了咱们公司的股票，现在他已经持有了31%的股份。闻言，天马无比震惊，公司的市值大概9000亿韩元，持有31%的股份，就代表着他投资了2800亿。究竟是哪个不认识的财阀，又或者是自己的好兄弟在搞鬼？而此刻的童一正在等待天马的来电，自己投资了2800亿，已经成为了公司的大股东。可突然白羊闯了进来，他大声嚷嚷着：“老哥，你多少级了？”我们班有个同学一直炫耀他哥哥，说他已经11级还转职了，可牛逼了。童一叹了口气：“别担心，我的等级比他高。”但童一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实力，只说自己刚刚12级。闻言的白羊心花怒放，满眼崇拜：“老哥你真厉害，这下在学校我也可以吹牛皮了，赶走幼稚的弟弟。”童一的手机刚好响了起来。请问您是童一先生吗？是的，您哪位？我是天马咨询公司的董事长马景洛，您上个月投资了咱们公司，成为了天马咨询的最大股东，所以我想请你吃个饭。马景洛把时间约在了周5。童一看了看日历，周5自己需要去获取一个符文，于是把时间定在了周6。挂断电话，童一微微一笑，见马景洛之前，就先从得到那个符文开始吧。符文是能最直接提升玩家实力的道具，而获得符文的方式有很多种，比如狩猎特殊的怪物掉落，或者作为完成特殊任务而发放的奖励。通常这些情况只会出现在游戏，然而谁也不知道，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能获取到符文。童一和马景洛约好时间后，便来到了一间仓库，他提前藏在了仓库的隐蔽角落，等待着一个人的到来。那人名叫张希炫，是曾经绑架过弟弟的人，他用弟弟的性命要挟自己说出其他玩家不知道的秘密。起初的童一本打算随便糊弄一下，可下一秒张希炫的瞳孔骤缩：“你居然是重生者！”此言一出，让童一无比震惊，心想这家伙是怎么知道的？张希炫哈哈大笑，随后回答出了童一心中的疑问：“因为我有心灵符文。”你心里在想什么？我都知道。自那次事件后，童一每次回归都会对这家伙进行报复，而且还要在他之前将心灵符文据为己有。而此刻的张希炫正在大街上溜达，可突然一位美女与他擦肩而过，这让他激动无比。待到美女进入了一条无人的小巷子，张希炫突然闪现至美女面前，紧接着身体迸发出刺目的光芒，就如同一颗闪光弹绽放，让美女暂时失去了视觉。然后张希炫趁机伸出咸猪手，对美女进行了一番不可描述的动作。在第1轮游戏中，张希炫获得了闪光符文，可以让身体发光，令周围的目标失明。爽完之后的张希炫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一家饮品店，随后在柜台点了一杯冰美式咖啡。在付款的时候，张希炫又被柜员小姐的美貌吸引，情不自禁地向她索要了联系方式。柜员小姐有些为难，默不作声，这让张希炫顿时就怒了：“你为什么一脸嫌弃的样子？难道我长得很难看吗？”柜员被张希炫这一嗓子吼得直哆嗦，紧接着张希炫青筋暴起，猛地一拳捶在柜台之上：“现在我的心情很不好，把钱还我，老子不想喝咖啡了。”柜员递出钞票，颤颤巍巍地说了声对不起，然而张希炫却并不领情，接过票子怒气冲冲地夺门而出：“臭女人，仗着自己有点漂亮就瞧不起别人，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。”在柜员下班的路途中，张希炫在后面敲了他一闷棍，然后把他绑到了一间仓库。张希炫看出柜员想要说话，于是撕开了他嘴上的胶带，同时警告他不要尖叫。柜员非常配合，连忙给他下跪道歉。张希炫劝告他以后不要以貌取人：“是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”然而张希炫却扭过头：“你的道歉毫无诚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是想让我放了你才假装道歉的。”说着就把柜员推倒，同时邪笑着伸出了咸猪手：“我不接受你的道歉，那你就好好赔偿我吧。”可正准备动手，仓库门口却闯进来一个人影。张希炫回过头，勃然大怒：“坏老子好事，你个麻瓜就等着死吧！”童一戴上白色面具，肩扛神器死神镰刀缓缓走来，可这副打扮却把张希炫看乐了。这里不是玩玩具的地方，小屁孩赶紧滚开！闻言，童一眼中迸发出杀气：“这看起来像玩具吗？”说着，死神镰刀划过空气，清脆的剑鸣声不断回荡在仓库中。见此一幕，张希炫顿时心惊不已：“你难道也是玩家？”面对张希炫所说，童一没有理会，扭过头让柜员小姐赶快离开。柜员小姐仿佛看到了救星，可刚有所动作，却遭到了张希炫的呵斥：“让你走，谁说的？”然而下一秒，童一身形如利剑，急速向张希炫逼近，同时镰刀刀柄带着千钧之力，狠狠戳在了他的裆部。一瞬间，张希炫夹着裆弓成了虾米，撕心裂肺的惨叫不断从嘴中发出。童一淡淡望向柜员：“赶快走，这里就交给我。”柜员反应过来，立马冲向了仓库出口，同时口中不断向童一道着谢：“现在这里只有我们俩了，那么游戏就正式开始吧。”男人的死亡之夜技能首次大展神威，竟然让闪光符文的持有者黯然失色。难道真应了那句古话，光明终究无法战胜黑暗？就在张希炫被童一暴击之后，遭到绑架的柜员小姐也趁机逃离了仓库，这让张希炫怒火中烧，抄起匕首就要向童一刺去。然而童一只是轻笑一声：“你的心态很好，要是太早认输就没意思。”下一秒，张希炫连续挥舞匕首，招招刺向童一要害，但童一速度极快，不仅躲开了攻击，还顺势削掉了张希炫的一只手臂。张希炫发出一声痛苦的嚎叫，然而童一却
告诉他这只是开始。说着，他的身子突然变得虚幻。待到张希炫反应过来，胸口上已经炸起一片血花。张希炫紧咬牙关，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必死无疑。要想活下去，首先得让他的双眼瞎掉。嗡的一声，张希炫果断发动闪光符文，刺目的白光从他的身体散发而出。可是下一秒，一抹黑暗猛地将白光吞没。张希炫大惊，怎么回事？我的技能怎么失效了？然而童仪却露出一抹得意的微笑。原来他已经提前释放死亡之夜，笼罩了仓库。在死亡之夜的领域内，任何光亮都将消散。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剑鸣，死神镰刀再次划过张希炫的身体。此刻，张希炫望着童仪，满是惊恐：“你个恶魔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”童仪轻飘飘地回答道：“因为你是害虫，留着只会祸害社会。”说着，又用镰刀在张希炫身上扎了几个窟窿。张希炫的哀嚎一浪高过一浪，他现在只想着赶快结束自己的生命，刚要咬舌自尽，却被童仪抵住了脖颈。想死也要问我答不答应。话罢，又在张希炫身上拉出几道口。张希炫面露绝望，哀求着童仪杀了自己。可童仪没有着急动手，缓缓说道：“你是不是想知道，你我素不相识，我却为什么要这样对你？其实我们见过，你绑架了我的弟弟，然后要挟我说出稀有的情报。”听完这些话，张希炫十分疑惑，因为自己根本没做过。童仪告诉他，这是未来发生的事，但对自己来说却是过去的事。要是没有我，你会发现隐藏在仓库的心灵符文，它能听到别人内心的声音，也让你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如鱼得水。无数的女性也将被你迫害，所以我不仅在你之前得到了内心符文，还要提前铲除未来的祸患。张希炫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，他此刻只想尽快结束痛苦，但童仪却将死神镰刀卡在了张希炫的嘴里。张希炫无比绝望，好痛苦，太痛苦了！你不是已经得到了内心符文吗？为什么还不杀了我？童仪听到了张希炫的心声，回答道：“为什么不杀你？因为我做了一个实验，心灵符文的效果需要静静注视目标，才能模糊地听到内心的声音。如你所见，这个测试很成功。”此刻，童仪再次听到张希炫的心声：“你既然得到了你想要的，总可以结束我的生命了吧？”然而他的眼神依旧冷漠：“我不会让你轻易死去，因为那些被你伤害过的女性太冤枉了。”闻言的张希炫被当场气死，却仍然怒目圆睁地瞪着童仪。见此一幕，童仪有些无奈，随即发动刚刚购买的技能清除痕迹。该技能可以清除尸体、血迹、指纹、脚印等痕迹。一团绿火将张希炫覆盖，随后便化作尘埃飘散开来。大功告成，那么明天就去见马景洛吧。暗黑骑士与死神终于线下面基。为了将马景洛拉入我方阵营，童仪不仅展现出雄厚的实力，甚至还说出了自己是未来符文持有者的秘密。在获取到心灵符文的第二天，童仪换上了笔挺的西装，因为今天是和天马董事长约好吃饭的日子。帅气的英姿让白羊误以为老哥要去和哪个姐姐约会。童仪解释自己只是去见商业伙伴，然后谈笔生意，这让白羊担心了起来。老哥，你又要创业了吗？上次哥哥把资产全投资给了股票，现在又想要做生意，如果失败了，他会不会因此生气？童仪自信一笑，相信老哥，等我谈完生意后再告诉你细节。还有一点，外面太危险了，那些参与过游戏的玩家利用超能力为所欲为，监狱里的罪犯也设法使用超能力越狱，所以我不在的时候，千万不要出去乱跑。白羊郑重的点头，好的，我在新闻上都知道了。现在每过1个月，玩家数量都会减少，实力也会得到提升。不久后的将来，社会的秩序将会被彻底颠覆，所以在那之前，获得压倒性的力量和提升黑色镰刀的声望就会变得尤为重要。两人约定的地点是一家5星级酒店，马景洛正是这家酒店的幕后老板。不过在和他见面之前，自己得换一副天真的面孔，这样才能更快地博取他的信任。来到酒店前台，童仪哆哆嗦嗦地向前台小姐询问：“那个，我今天有一个约会，对方让我一到这里就联系前台。”前台小姐询问童仪是不是要找天马集团董事长。在得到童仪肯定的答复后，前台便将他带到了候客厅。先生，您稍等一下，董事长说他一会就到。童仪挠挠头，腼腆的道了声谢。虽然现在没人，但自己的伪装还得继续。45度仰望吊灯，睿智的眼神加上半张的嘴，让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还没毕业的大学生。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，请问您是童仪先生吗？哦对，我是。只是两人对视的瞬间都有些错愕，不过童仪是装的。进来的男人是安尚哲，他有些疑惑地询问童仪，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？童仪答道，好像是我搬家那天发年糕见过你，你是徐阿玲身边的那个人吧？闻言安尚哲立马鞠了个躬，您说的没错，我为上次对您的态度道歉。但安尚哲心里却十分怀疑，这个20岁不到的青年怎么可能是投资了2800亿的大股东？童仪腼腆一笑，没关系，你那样做是因为你不知道，我同样不知道，住在楼上的人就是天马集团的董事长。闻言安尚哲连忙摆手，您误会了，我叫安尚哲，是董事长的下属，董事长还要稍晚一点才能来，所以我就先来招待您了。片刻后，安尚哲将童仪带进了包厢，随后拿出手机偷偷向马景洛汇报情况。对方看起来不像是能投这么多资金的人，或许是幕后有人操控，所以老板请小心行事。几分钟后，马景洛终于进入了包厢。您好先生，我是天马集团董事长马景洛。童仪握住手，同样也介绍了自己。随后马景洛招呼服务员上菜，我们边吃饭边谈生意吧，希望这些
些菜符合您的口味。经过短暂观察，马景洛也发现弘一不像是一个有能力投这么多资金的人，他的背后究竟是谁？家族里的兄弟还是叔叔？不管是谁，我都要查个水落石出。一想到这，马景洛放下了筷子。见到您我很惊讶，没想到大股东竟然如此年轻，能冒昧问一下您的年纪吗？弘一没有丝毫介意，淡淡说道：“我今年20岁。”马景洛没有太过惊讶，只是询问童一如此有钱是否出自豪门。童一摆手：“我的家庭并不富裕，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个穷学生呢。”不久前，童一所说令马景洛十分疑惑。随后童一解释，不久前新闻中报道，有个人连续买彩票一夜暴富，那个人就是我。此言一出，让两人无比震惊。但马景洛顺势提出疑问：新闻报道您中了600亿，那又是如何投资咱们公司2800亿的？童一微微一笑：我只是买了一只股票，然后就有这么多了。闻言的马景洛十分无语，您的运气和魄力都十分过人，花600亿买股票，这一点我都做不到。然而童一却否认了，我依靠的不是什么运气，这是我第一次告诉别人，其实我拥有未来符文，这是一个能看到未来的符文，换句话说，我是一个能预言未来的先知。男人为了隐瞒重生者的秘密，于是伪装成了一个可以预见未来的先知。然而得知这个秘密的两人都十分怀疑。您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吗？童一神色淡然，缓缓回道：我为什么要撒谎呢？闻言马景洛也反应了过来，所以您之前买彩票连续中奖，都是你用未来符文看到了未来。童一对此表示肯定，但不仅如此，我之所以敢将所有的资金都买了股票，也正是未来符文的功劳。可马景洛仍然保持着怀疑的态度，您可以证明一下吗？比如我接下来会做些什么？然而马景洛心里的小九九早已被童一的心灵符文看穿，为了之后考虑，他认为必须给未来符文加一些限制，所以童一告诉马景洛，未来符文的能力并不能主动激活，所以你的要求我无法做到。而在马景洛看来，这么强大的符文有些限制也是合理的。可突然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难不成童先生，您投资咱们公司2800亿也是这个原因？童一点头，我投资这笔钱，正是因为看到未来的天马集团会迅速发展。闻言马景洛十分激动，好奇地问道，那天马集团具体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呢？童一回答，至少半年能进入国内500强。闻言马景洛顿时激动地站了起来，他知道如果童一说的是真的，自己不仅能得到父亲的认可，甚至有可能被任命为继承人。可很快马景洛就冷静了下来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竟然会为了一件不真实的事而高兴。这时童一又开口了，马总，您想要成功还必须得改行。闻言的安尚哲立马绷不住了，什么改行？干脆连公司的名字都改了吧。怎料童一也正有此意，行业都改了，公司名称也当然要改。这下安尚哲终于坐不住了，童先生您可别开玩笑啊。可童一却十分郑重地说道，你觉得我像是在开玩笑吗？咱们都是游戏的参与者，所以大家也都清楚，随意暴露自己的能力会得到怎样的后果。但我还是冒险把我的能力告诉给了你们，因为我想成为一个大股东和商业伙伴。我将从现在开始参与公司的管理，让公司与我携手成长。但即使如此，也仍然没有打消两人的疑虑。童一叹了口气，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的能力啊。随后童一又道出几个秘密，比如现在的这家酒店其实是属于马总您的吧？您是5星集团的长子，您为了得到父亲的认可，这才秘密成立了这家公司。不等童一继续说下去，就被安尚哲给打断。他怒气冲冲地质问童一背后的人是谁，因为除了马总的亲戚，没人会知道这一切。马景洛也证实了这一点，光是这点信息并不能证明你的能力，我怀疑这是我的亲戚为了争夺继承人，从而给我布下的陷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因为大股东的一句话就让整个公司改行，你知道这是十分荒谬的。总而言之，我很感谢您的投资，至于您提出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在股东大会上商量吧。话罢，马景洛便准备告辞，然而童一却叫住了他，如果我给你第4轮游戏的情报，你会不会相信我？此话一出，马景洛和安尚哲的身子同时一颤。10分钟后，得知情报的马景洛开心的合不拢嘴，但安尚哲却还有一个疑惑的地方，那位童先生既然能预知未来，本应能过上最好的生活，可为什么还要帮助我们呢？马景洛猜测他一定是想赚更多的钱，毕竟人性的贪婪是无止境的。不过他如果真的拥有预言能力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让他站在我这边。想想看，如果每轮游戏开始前都能得到情报，那会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？安尚哲还想说什么，可却被马景洛制止。时间会证明一切，不是吗？而童一这时已经走在了回家的路上，不过他确信第4轮游戏结束，他们一定会相信自己。在10分钟之前，童一说出了第4轮的情报。第4轮的任务并不是消灭怪物，而是玩家与玩家之间的厮杀，所以一定不能忽视周围的一切。在第4轮之后，马景洛一定会拉拢和保护自己，所以这个预言家的身份，我就勉强一直做下去吧。拥有驾驶证的男人无处不散发着光，即使这个轮回了100次的老狐狸，每次回归都要抽出时间去考科目4。原来就在童一将第4轮的情报透露给马景洛后，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成为马景洛拉拢的对象。距离第4轮开始还有28天，在这些时间里，童一去参加了驾照的考试，花费27天，终于将驾驶证收入囊中。一张小小的卡片，此刻却闪得弟弟睁不开眼。第2天清晨，闵珠本打算去便利店帮父亲的忙，可却发现店门口被一辆跑车挡住，正准备上去理论一番，怎料跑车里突然
探出一个熟悉的人，那人正是童怡。敏珠被吓了一跳，随后询问童怡：“这是你的车吗？”童怡微微一笑，不好意思，把车停在了店门口。先上车吧，我们慢慢聊。嗡的一声，跑车飞驰在城市的街道上，看着车外飞速变化的景象，敏珠有些感慨：“我还是第一次坐这样的车，感觉很刺激。”童怡附和道：“这车刚刚买的，我也是第一次坐。”敏珠有些好奇：“那你买这辆车花了多少钱？”童怡古井无波表示只花了500万，但这个回答却震惊了敏珠。500万？你知道500万可以开多少家便利店吗？然而童怡却反耳塞了起来，这点毛毛雨和我从一无所有挣到的钱相比，根本不算多。敏珠开始还为童怡感到肉痛，但很快他就想明白了，童怡是一个拥有600亿美金的富豪，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的人。不过现在的这种感觉还挺像约会的。敏珠的脸颊也不由浮现出一抹红晕。这时童怡又开口了：“敏珠，我有一件事要向你坦白。”怎料敏珠却听成了告白，他的脑子一瞬间就炸了。告白？童怡有些尴尬，是坦白来着，你误会了。敏珠连忙摆手，表示自己确实是误会了，实则内心已经尴尬到想要破窗而逃。随后童怡解释：“我之前不是买彩票连续中奖吗？那并不是运气好，而是我通过未来符文看到了未来。”敏珠为童怡感到欣喜，你的未来符文听起来很神奇，但这种秘密即使是朋友也很难开口的吧？童怡潸然一笑，你之前不是也告诉过我你的能力吗？我觉得这样对你才公平。但敏珠却不这么认为，之前自己只展示过职业的能力，于是他也告诉了童怡自己的符文。在第1轮里，我得到了守护符文，可以为10米内的5个目标镀上一层保护膜。紧接着敏珠深深吐了一口气，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感觉让他很舒服。随后他又询问童怡为什么要突然告诉自己符文的秘密。童怡解释，如果不告诉你真相，你可能不会相信我接下来说的话。接下来童怡将第4轮的情报也告诉给了敏珠。敏珠听完后十分吃惊，但童怡还是告诫他要时刻保持警惕。此刻敏珠陷入沉思，她很感激童怡能告诉自己情报，或许他可能对我有些好感，如果这是真的，那该多好啊。回到家后的童怡也陷入沉思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轮回了100次才发现敏珠原来喜欢自己。虽然童怡有些慌张，但这也是好事，自己能轻易的拉拢敏珠，预言什么的她也会相信的吧。此刻距离第4轮游戏还剩5分钟，童怡在商店中购买了一件名叫暗影手套的装备，效果能让佩戴者在黑夜中隐身，武器也将进入半透明状态。这件装备不仅属性高，而且配合死亡之夜效果极佳。5分钟后，所有玩家都被传送到了游戏之中。蝶哥看着自己遭受的处罚十分恼怒，而且现在自己是区域代表，很可能被人盯上或者遭到朋友们的报复。片刻后，他就在人群中找到了黑色镰刀，这一切都是他造成的。如果自己有足够的力量，一定要把他打得屎尿气出。但是现在自己得先保住性命。蝶哥怨毒的神情转变成了兴奋，他找到黑色镰刀，询问是否还记得上1轮的约定。童怡嘿嘿一笑，表示记得，但自己现在可不需要这么弱的小弟，就连指挥权都用完了，现在你已经毫无价值，只是一个行走的靶子而已。天使的第4轮游戏终于开始，而本轮游戏的任务居然是让玩家之间相互厮杀，最后能离开游戏的只有排行榜的前520，但排行榜究竟是依据什么进行排名，却又成了众人心中的一个谜。就在刚刚，蝶哥询问童怡是否还记得上1轮的约定，童怡嘿嘿一笑，表示记得，但是你现在已经毫无价值，只是一个行走的靶子而已。闻言的蝶哥面露绝望，他根本想不到失去童怡的保护后自己该怎么活下来，但童怡却让他不必紧张。虽然你拥有区域代表的头衔，但盯上你的人却不多，毕竟区域代表最后的结局你比谁都清楚，玩家们也会渐渐意识到这一点，而且随着转职的人越来越多，使用强制指挥权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，这点回报根本不值得冒险。正当蝶哥松口气的时候，有2名玩家径直走了过来。童怡转过头，发现是徐阿玲和安尚哲，他们热情地向童怡问好。随后安尚哲瞪了旁边的蝶哥一眼，黑莲先生，你上次把我们从暴徒的手中救了出来，我们这次是来感谢你的。听到暴徒2字，蝶哥勃然大怒，可童怡却伸手将他拦住，感谢什么的，说1遍就够了，没必要说第2遍。眼看童怡就要扭头离去，徐阿玲当即拿出了一块紫色魔法水晶，黑莲先生，感谢你救了我的性命，请你至少收下这个。童怡的双眼顿时一亮，他怎么也想不到徐阿玲竟然会送出这样的宝贝。此时徐阿玲语气诚恳，他认为把这个送给黑莲会比说一句谢谢更好。童怡接过魔法水晶，毕竟这样的礼物他根本没有拒绝的理由，而童怡的表情始终冷漠平淡，可这却让徐阿玲内心无比忐忑。他不知道紫色魔法水晶的价值，害怕黑莲会因收到一块破石头而生气。童怡用内心符文听到了徐阿玲的心声，果然他不清楚这东西的价值，要不然就不可能送给自己。这时内心符文又听到了蝶哥的心声，这样的破石头我也有一块，好像叫黑晶石来着。红姨的内心无比震惊，他居然有黑晶石。要知道黑晶石是只有击败怪物才有极低概率掉落的道具，而自己轮回100次也才堪堪得到过几块。不过这样的宝贝居然被我发现了，不知道你的运气是好还是坏。童一刚把魔法水晶收入背包，徐阿玲就开口问道：黑莲先生，你是否需要魔法护盾？我召唤的精灵可以为玩家生成护盾，如果你需要的话。可不等话说完，童一就拒绝了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需要帮助。送走徐阿玲2人后，童一盯上了蝶哥的黑晶石，于是他将蝶哥叫住：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就是一个活靶子？闻听此言，蝶哥挠挠头，十分疑惑：你不是说现在没人会针对我吗？童一解释，这里有1000多名玩家，难免有几个利欲熏心的家伙，
毕竟未转职的玩家有很多，因此强制指挥权还是很重要。这些话听得蝶哥忧心忡忡，他询问童一自己该怎么办。童一嘿嘿一笑，你刚刚看见徐阿玲给了我一块石头吧？如果你也有相似的石头，我就可以让你避免成为那些人的目标。闻言，蝶哥欣喜若狂，他毫不犹豫地打开背包，随后取出黑晶石，将它交给了童一。就在这时，天使终于现身了，大家都像往常一样准时出现了吧？接下来我就发布第4轮游戏的任务。系统提示：第4轮任务，相互厮杀3个小时。看到下面的人类惊慌失措的模样，天使就忍不住桀桀狂笑。本轮游戏不需要猎杀怪物，你们只要干掉身边的玩家就行了，很简单对吧？这时有玩家提出疑问，是不是只要干掉一个玩家就能存活？天使解释，虾人并不能存活，只有排行榜的前520才能存活。至于排行榜是依据什么进行排名，这可就是一个秘密了。但童一却听出了话外的意思，天使只是游戏的向导，他们的上级才是游戏的主办方。如果天使隐瞒了某项规则，那一定是得到了主办方的命。好了，规则介绍完了，请开始你们的厮杀吧。任务的倒计时已经开始，可玩家们却依旧摸不着头脑。然而头脑简单的蝶哥却信心十足，他已经想好了想要杀的人。童一看着蝶哥疯狂上扬的嘴角，已经知道他是想干掉自己那些恶霸朋友。于是童一径直走向了蝶哥，我说过，我会让你避免成为别人的目标。说着，童一的手中缓缓汇聚出了死神镰刀，而他此刻的架势显然是要完成自己的承诺，不让你成为别人的目标。天使第4轮游戏的隐藏任务终于揭晓，竟然是让玩家在限定时间内击败区域代表。而当黑色镰刀斩获本轮的第1滴血后，玩家们也纷纷摒弃本性，彻底陷入了疯狂。就在刚刚，童一前来履行对蝶哥的约定，下一秒死神镰刀横扫，蝶哥的首级应声而落。系统提示：您完成了隐藏任务，在限定时间内击败区域代表，您获得了奖励低级魔法卡牌。童一缓缓收起死神镰刀，隐藏任务的奖励让他心中狂喜，但他的喜怒不形于色。反观附近的玩家却都惊恐地瞪大了双眼，虾人了！黑色镰刀居然虾人了！很快就有几个玩家站出来指责：黑色镰刀你怎么可以随意屠戮？你还有一点人性吗？童一冷冷地扫了说话的人一眼，他通过内心符文得知，这些人的目的也是想干掉区域代表，可如今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批判。但童一并不在乎，对他来说，蝶哥只是一个开始，自己的屠戮会一直持续到第20轮的结束。尤其是在本轮游戏，明明都知道这是别无选择的任务，可大家还是无情地对自己进行谴责。此时，一些别有用意的玩家脑子里顿时浮现出许多想法，我必须趁着这个机会降低黑色镰刀的威望，甚至煽动玩家联手将他斩杀。童一不屑地嗤笑一声，内心符文已经看透了每个人心中的想法，或许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不过在自己眼里只是个笑话。而他的这个笑容也让玩家们抓住了机会。你觉得这很有趣吗？你做了这么残忍的事，竟然还笑得出来。玩家们还想继续指责，可这时系统提示，玩家黑色镰刀已成为新的区域代表。一瞬间，所有人噤若寒蝉，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。众人的变化童一都看在眼里，他只是嘿嘿一笑，怎么不继续叫了？难道是我当上区域代表后突然就害怕？还有你，刚才就你叫的最大声，是还没转职怕我给你下命令吗？被怼的玩家一时间哑口无言。这时童一头顶的 ID 突然变成了红色，面对未知的变化，其余玩家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只有童一知道，这是游戏中瞎了人才会出现的红名，而且瞎的人越多，颜色就越深。这种变化是为了区分瞎人犯和良民，人们通常会选择击杀瞎人犯，而不是无辜的良民，这会让他们的内心不那么难受。可那些击败瞎人犯的人，最终也成为了瞎人犯，结果又会有玩家无情地向他们挥出屠刀。而现在的玩家们还在犹豫要不要相互厮杀，这不是童一想要看到。于是他冷冷地说道：你们没时间墨迹了，干掉别人或者被别人干掉，这就是本轮游戏的法则。话罢，童一便转身离去。不过他知道，即使自己不说这些话，玩家们依旧会打起来，只不过那时候就太晚了。最后能通过游戏的人，甚至连天使限制的520都达不到。听完黑色镰刀的话，玩家们纷纷陷入沉思，他们觉得想活下去，就必须得干掉其他玩家。徐阿玲也询问安上哲，是否真的要像黑莲那样吓人。安上哲对此表示肯定，如果你不干掉别人，就只能被别人干掉。我认为黑色镰天使第4轮游戏的混战终于开始。当别人还在向对手苦苦求饶时，黑色镰刀仅凭一人便主宰了战场。然而在这场杀戮盛宴中获得最大利益，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嘎嘎。就在原本死去的蝶哥被系统复活之后，众人都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杀戮。这时一个女人将蠢蠢欲动的玩家们制止，我们不确定是否每个人都能复活，所以请大家冷静点。可话还没说完，一名饥渴难耐的玩家突然对他发动了偷袭，他喘着粗气大声说道：如果不确定，那就拿你做个实验好了。观望的众人虽然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抵触，但他们还是紧张地等待着女子的复活。果不其然，在10分钟之后，原本死去的女子也如蝶哥一样站起了身。当她回过神后，立马朝着人群怒吼：刚才是哪个麻瓜偷袭我来着？凶手却大方地承认，而且还举起了利爪准备故技重施。可不等利爪落下，一名更加饥渴的壮汉突然砍向了男人。他兴奋地说道：已经确定玩家会在死后10分钟复活，
所以大家就开始尽情杀戮吧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原本觉得难以接受的玩家，此刻也彻底展现出了内心的疯狂。可恶，你为什么偷袭我？抱歉，我只是单纯的看你不爽，请停止你的反抗，毕竟你会复活的。很快1000多名玩家便像狗一样厮杀了起来。红衣召唤出了死神镰刀，他认为自己也是时候加入战场。嗡的一声，死神镰刀横扫，顿时就有2名玩家命丧当场。附近的几个玩家相视一眼，准备联手将黑色镰刀斩杀。可下一秒，他们便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。在侦查技能的范围内，没有人能对自己进行偷袭。这时，一阵大笑声吸引了童一的视线，他转过头，发现是一名叫黑岩龙的玩家，而且从 ID 颜色判断，黑岩龙至少已经杀了10个人，看来自己得对他多多关照。此刻，黑岩龙看着自己的面板欣喜不已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干掉玩家也能增加属性点。原来他在第1轮获得了吸收符文，击败敌人就能吸收能量，敌人等级越高，吸收的能量就越多。当能量槽充满后，可以获得1点随机属性点。原本他以为这个效果只对怪物生效，如今却意外发现了新大陆。片刻功夫，黑岩龙的能量就再次充能了1/3，这让他不禁幻想，如果击败30级的黑色镰刀，是否能连续充满能量10次？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想法，因为他不知道招惹那个家伙到底会惹上什么麻烦，自己应该尽可能的干掉更多玩家，从而增强实力。虽然我对你们没有任何不满，但你们的惨叫会让我无处释放的压力得到缓解。这轮游戏简直就是为我量身定做。就当黑岩龙准备迈向另一片战场时，红衣的身影突然挡在了他的身前，紧接着死亡之夜技能释放，纯白的世界瞬间被黑夜笼罩，伴随着一声清脆的剑鸣，黑岩龙的连胜也就此终结。另一边，迭戈望着混乱的战场始终无动于衷，因为他害怕死亡，可直到他亲眼见证死去的玩家复活，这才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。那些在背后捅我刀子的所谓的朋友，我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干掉10次。想到这，迭戈立马穿梭在人群中寻找他们的身影。突然他的眼前一亮，只见一名弓箭手正在面临2名敌人，而那名弓箭手正是迭戈的目标。于是他便热情地凑了上来，胡洛伊，你个麻瓜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胡洛伊刚转过头，迭戈砂锅大的铁拳便轰在了他的面门，恐怖的力量直接将胡洛伊击飞数米。迭戈上前一把揪起他的领子，同时露出了朋友间最亲切的笑意。你之前不是说下次见到我就要把我宰了？我可是很期待的。邦邦2拳，胡洛伊直接下线点外卖。嗨，剩下的麻瓜们洗干净脖子等死吧。结束了，天使的第4轮游戏终于结束了。在短短的3个小时里，黑色镰刀竟然击败了700多名玩家，毫无悬念夺得了全区域排名的第1。就在刚刚，迭戈在混乱的战场上找到了抛弃自己的朋友，他二话不说一拳就胡了上去。虽然迭戈的属性下降了50%，但好在他点满了力量，邦邦2拳就送走了胡洛伊。迭戈没有停歇，又找到了其余2个朋友，对他们进行报复。不像迭戈的兴奋，徐阿林在这个战场上却显得十分麻木。看出他的异样，安尚哲询问徐阿林是否有什么不舒服。徐阿林叹了口气，表示自己只是精神上有点累，这却让安尚哲面色一沉。虽然自己能处理好现在的麻烦，但要是影响了徐阿林的心理健康，自己怕是没脸再见董事长了。2人愣神的瞬间，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了徐阿林身后，可就在男人的匕首要刺下之时，安尚哲闪电般飞来击落了男人的匕首，紧接着反手一剑，干脆利落的将男人的肩膀贯穿。安尚哲没有把他干掉，而是招呼徐阿林进行补刀。徐阿林颤抖的举起匕首，一咬牙还是结束了男人的生命。经过一阵呕吐后，徐阿林询问距离游戏结束还剩多少时间。安尚哲猜测至少还有1个小时，如果你累了就休息吧，反正你已经干掉了50个玩家，这点数量应该能进入排行榜了。徐阿林松了口气，随后对安尚哲道了声谢。抛下这个累赘后，安尚哲精神一振，现在终于不用给别人喂饭，可以专注于为自己的成果而努力了。很快倒计时就只剩下了10分钟，这也激起了童一的紧迫感。他绝对不能失去全区第1的奖励，因为不知道第20轮的 BOSS 有多强，所以他要尽可能的成长。但童一目前也不是胡乱瞎忍，因为他知道第4轮游戏是根据干掉的玩家数量进行排名，可同一个玩家被干掉2次，却不能多次得分，所以剩下的时间里，童一都在不断的寻找新的面孔。伴随着死神镰刀的横扫，第4轮游戏的厮杀终于落下帷幕。玩家们还意犹未尽，却突然被金色的光柱包裹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天使带着一阵讥笑缓缓落下。肮脏的人类，没想到你们竟然把这里搞得一团糟。但不管怎么说，你们的表演还是十分有趣的。那么，在我宣布排名之前，就先把这些尸体复活吧。话音一落，所有死去的玩家瞬间恢复了生机，就连缺胳膊短腿的玩家也在顷刻间得到了痊愈。胡洛伊在醒来后，立马就对着迭戈破口大骂，然而这却激怒了天使。肮脏的东西，给我闭嘴！谁再说话，我就让谁的脑袋爆炸！见众人都安静后，天使按照惯例开始揭晓隐藏任务，在限定时间内击败区域代表，完成任务将得到魔法卡牌。当前区域只有1名玩家完成了任务，他就是黑色镰刀。众人心中一片哗然，他们心想，如果知道有这种事，自己早就把迭戈干掉了。而迭戈望着自己的面板后怕不，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黑色镰刀给宰了，而且连临时指挥权的技能也不见了。宣布完隐藏任务后，天使开始宣布本轮游戏的排行榜。排行榜其实是根据干掉的玩家数量进行排名，但多次击杀同一人只算1次击杀。很多玩家听到规则后瞬间瘫倒在地，因为他们的击杀数至少会缩水一大半。很快排行榜就出现在了众人的眼
眼前，全区域第一黑色镰刀击败玩家722，第2名愚蠢的白痴，第3名天马，本区域第一黑色镰刀，第2名可爱的小鸟，第3名一名骑士。天使欣然一笑，玩家黑色镰刀，没想到你这次竟然也拿到了第1名呢。他只是夺得了一场游戏的第1名，却震惊了身为裁判的天使。只因在1000多名玩家参与的混战中，黑色镰刀仅一人就屠杀了 70% 的玩家。当他的最终分数被天使公布之后，所有人望向黑莲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恐惧。天使也在对他夸赞一番后，便开始了发放奖励。作为当前区域第一，同一获得了终极铠甲选择权，可以在青铜铠甲、血色暗杀者和黑暗长袍中选择一件。同一选择的是血色暗杀者，该装备拥有60点防御和 5% 的攻速移速加成。同时作为全区域第一，同一还获得了特殊奖励，在3个选项中，他又选择了第5轮的经验加成。发放完奖励，天使开始对520名以下的玩家给予处罚。排行榜第520名的分数是30，所以低于这个水平的玩家将会消失。话音一落，数百名玩家的身体化作光芒，缓缓消散。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们无助地祈求着天使再给自己一次机会，其中就包含着蝶哥的几个朋友。可看着他们绝望的样子，蝶哥的嘴角就止不住的上扬。待到惩罚结束，系统宣布了下一次游戏的时间，并对存活的众人表达了祝贺。几分钟后，回归现实的安尚哲焦急地闯入马景洛的卧室，巨大的动静将马景洛从睡梦中惊醒。看清来人后，他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来这里干什么？”安尚哲解释：“我联系不上您，还以为您出事了。”闻言，马景洛欣慰地笑了笑。这一轮游戏十分折磨精神，所以我一回来就睡下了。安尚哲恍然大悟，原来如此，毕竟您可是全区域第2名，击败了400多名玩家。然而马景洛却没有因此而感到自豪，自己拼尽全力才拿了个第2，那排名第1的黑色镰刀究竟又是个什么样的怪物？要是他能和自己联手，或许以后的游戏就会安心许多。想到这，马景洛便想先从先知那打探一些黑色镰刀的情报。这时安尚哲开口问道：“在没有亲眼目睹前，我确实怀疑过那个先知的能力，可现在他的能力得到了证实，我们是否真的要让他成为我们的商业伙伴？”马景洛对此给予了肯定，毕竟他是公司的大股东，就连公司的命运也掌握在他的手中。可他说要让公司改行，这一点也要随他吗？马景洛再次给予了肯定，只要公司能进步，其他的我都不在乎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要让他站在咱们这边，你不能看他年轻就瞧不起他，即使你不认同他的判断，你也要赞美他，跟着他的节奏走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从蜜罐般的先知那得到甜蜜的奖励。明白了马景洛的用意后，安尚哲深感惭愧，并保证以后会改变对同一先生的态度。随后马景洛决定让安尚哲在晚上开一个派对，同时邀请同一先生，让他带着自己的亲朋好友过来，到时候再把徐阿玲也叫上，有美女伺候的话，办事一定会很效率吧。清晨时分，同一邀请了敏珠外出吃饭，他表示为了庆祝生还，所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自己请客。在去餐馆的路上，敏珠对同一表达了感谢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至少要击败30个玩家，不然我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同一表示不用谢，他知道即便自己不说出情报，敏珠也能依靠守护符文活下来。与温室里的徐阿玲相比，她就是温室外坚韧的野草。一路上敏珠的神情都有些不自然，即便到了餐馆，她也是迟迟没有动筷子，毕竟那是自己第1次杀人，而且还杀了30个。看出敏珠的不自然，同一安慰敏珠不要责怪自己，因为你必须活下来，毕竟你的家人还在等你醒来。短短的2句话，却深深触动了敏珠的内心。她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家人就是自己能坚持这么久的原因。振作起来的敏珠再次对同一表达了感谢，同一微微一笑，让敏珠把桌上的菜全部吃掉。很快第4轮游戏的疲惫就在餐桌上消散一空。吃完饭，同一开门见山地说道：“其实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和你分享第5轮游戏的情报。”敏珠听完后十分吃惊：“你又看到未来了吗？”“是的，第5轮游戏是所有游戏中最难的，并且区域和区域之间将会合并。”敏珠只听进了后半句，于是问到自己是否能在游戏中遇到。事实上是能的，但同一要隐藏身份，于是否定了敏珠问的问题。随后同一放下茶杯，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第5轮游戏将会十分困难，你甚至无法通过。”闻言的敏珠浑身一颤，但好在同一的话还有下半句：“不过我有办法，你只要找到黑色镰刀，请他帮助你。”他只是对神明进行了漫改，却意外获得了魔法卡牌的最大奖。黑色镰刀的实力也因此得到增强。就在天使的第4轮游戏结束之后，同一便立马将第5轮的情报透露给了敏珠。而在得知自己可能无法活着离开第5轮后，敏珠的神情变得无比惊愕。好在同一想到了解决办法，因为第5轮的区域之间将会合并，所以他让敏珠去寻求黑色镰刀的帮助。敏珠听完后再次一惊，黑色镰刀是那个全区域第1的黑色镰刀吗？同一对此表示肯定，虽然说是求助，但也是合作，因为你有祝福技能，黑色镰刀一定会需要你，而且只有这样你才能活下来。但敏珠却依旧眉头紧皱，他不认为只是施展一个祝福技能就能得到顶级玩家黑色镰刀的保护。同一微微一笑，因为敏珠还不知道祝福技能的强大，为了让他安心，同一说自己在未来中看到黑色镰刀不仅与你达成了合作，而且合作甚至持续到了下项目。闻听此言，敏珠长舒了一口气，随后他笑着让同一伸出手，作为情报的回应，敏珠再次为同一施加了祝福技能。系统提示：由于技能效果不佳，您的全属性提升了 50%。 顿时一股暖流划过同一全身，让他感到无比的舒畅。而看到同一甜甜的笑容，敏珠的心砰砰直跳。糟糕，又是心动的感觉。
回到家后，童一趁着祝福的时间还在，于是取出了魔法卡牌，这是第4轮隐藏任务的奖励。开启后可以得到1至5个魔法石，运气越高奖励越多，而童一目前的运气达到了84，这种不高不低的运气让他充满了期待。想到之前自己每次开启都会向神明祈求能有个好结果，可经过多次轮回后，童一认为神明就是狗屁，因为他可能就是设计这破游戏的幕后黑手，能同时俘获18亿人去玩一个游戏，拥有这种力量的，即便不是神明也差不到哪去。每每想到这，童一都感到恼怒，同时也加剧了他想要通关的决心。就在这时，童一使用了魔法卡牌，系统提示您获得了5个低级魔法石，2红1黄1蓝1紫。看到这个提示，童一还是略微感到惊讶，因为之前向神怎么求都只有1、2句，可现在只是把神骂了2句，倒还得到了5个的最大值。随后童一将2个低级红色魔法石进行了合成，从而得到了一个下等的红色魔法水晶。将所有魔法石都镶嵌完后，童一的属性再次得到了提升。傍晚时分，马景洛向童一发出了聚会邀请，童一将聚会的事告诉给了弟弟白羊，因为聚会可以带上亲朋好友，所以想拉弟弟去见见世面。白羊在得知聚会的主是国内大集团的继承人后，顿时被那恐怖的压迫感吓得瑟瑟发抖。当兄弟俩收拾好准备赴会时，却发现家门口站着一个人，那人正是安尚哲。他解释自己是接送童一去聚会的司机，而在看到弟弟白羊后，安尚哲又立马对上次见面的态度进行了道歉。经过几分钟的车程，3人来到了马景洛名下的酒店。可这次不同的是，招待他的不是前台，而是马景洛本人。在和童一寒暄几句后，马景洛询问童一带来的客人是谁，童一说这是自己的弟弟。马景洛爽朗一笑，做了个自我介绍，并伸出了右手。白羊显得十分紧张，不仅说话结巴，还伸错了手，但马景洛并不在意，只是热情地招待2人前往包厢。进入包厢后，眼前富丽堂皇的景象让弟弟两眼放光。包厢内不仅有丰盛的美食，还有一位服务员和一位厨师。随后马景洛邀请2人落座，虽然食物准备的不多，但相信一定能填饱肚子。就在童一动身时，包厢门又被推开，他疑惑地转过头，发现来人竟然是徐阿玲。黑色镰刀第1季迎来完结，马景洛首次展露黑暗骑士的阵容，金的符文也即将在第2季出世。在马景洛为了获取情报，想对童一的弟弟下手之后，童一当即便愤懑地戳破了他的计谋。马景洛顿时瞳孔巨震，他怎么也想不到童一的未来符文竟然看到了自己和徐阿玲的对话。随即他便郑重地向童一道歉，表示自己没有恶意，只是想接近你，可利用自己的弟弟，无论是何目的，童一都无法容忍。然而看在马景洛还有利用价值，童一只是对他进行了警告。马景洛如获大赦，真挚地感谢童一能原谅自己。随后童一撇了撇嘴，冷冷说道：“你不是想知道第5轮的情报吗？我接受派对的邀请，就是想来告诉你这件事。可考虑到你的所作所为，我认为和你成为商业伙伴并不值得。”闻言的马景洛后悔不已，他只能低声下气地恳请童一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童一表示可以，但也提出了几个要求：一是自己将确保公司的发展，让马景洛和其他股东不要对自己的管理进行不必要的讨论；二是让马景洛对自己充满信任，不要对自己有任何的隐瞒。在得到马景洛的保证后，童一便说出了第5轮的情报。第5轮将是目前以来最难的一轮，任务是击败300只兽人。不过你不必担心，因为各个区域之间将会合并，玩家的数量也会因此增加。闻言，马景洛兴奋地提出自己的看法。区域合并就意味着我们能遇到其他区域的玩家，例如黑色镰刀。童一摇头，你接下来不会和他相遇，虽然我也不认识他，但我们很快就能和他相见。最后童一强调了一件事，那就是劝诫马景洛停止对迭哥的追杀。马景洛再次震惊，同时又感到疑惑，于是他便询问童一停止追杀的理由。童一面露不悦，显然马景洛还没有对自己达到完全相信的程度，不过他还是做出了回答，那就是能少吃苦头。派对结束之后，回到家的童一看着手机，满脸兴奋。手机上的内容是一条关于玩家改变世界的视频，这条视频的出现就意味着作为现实中能获取的5大符文之一的化身符文即将出世。与此同时，马景洛在现实世界开始了疯狂的杀戮。第4轮的游戏让他心中的压力无处释放，同时还有那该死的黑魔力。黑魔力必须要靠杀戮充能，为了获得更多的黑魔力，他只能屠杀更多的生命。不过他所屠戮之人都是恶人，屠戮恶人来增强自己，这就是他成为黑暗骑士的使命。忽然马景洛察觉到了身后窥探的目光，他凌厉地转过头，却发现只是一只花猫。马景洛松了口气，他特意将恶人引到这条没人的小巷，而且现在是凌晨，应该不会有人发现。突然他想到了那个拥有未来符文的人，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是个连环杀手，可他还是找到了自己合作，这可真是有趣啊！完结了兄弟们，第1季完结了，第2季更新小童我会第一时间更新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怒了！黑色镰刀终于怒了，而他愤怒的原因竟然是有人要勾引自己的弟弟。就在童一将第5轮的情报透露给敏珠，马景洛当晚便邀请了他来参加聚会。众人要落座时，一个女人突然走进了包厢，女人正是徐阿玲。她一脸的歉意，向马景洛说明自己迟到的原因。马景洛摆摆手表示没关系，随后让徐阿玲和公司大股东打个招呼。顺着马景洛手指的方向望去，徐阿玲惊奇地发现，这位董事长多次提起的大股东就是之前给自己送年糕的那位邻居。做完简单的自我介绍后，徐阿玲表现得十分欣喜。
可童怡的内心符文却听到了徐阿林在对自己年轻的面貌表示怀疑，而看着两兄弟直勾勾的目光，马景洛微微一笑，年轻人就是年轻人，果然叫徐阿林来是对的。饭桌上，白羊正吃得津津有味，马景洛突然询问菜品是否符合口味，白羊一口塞下一块牛排，表示这是自己吃过最好吃的东西。这个回答让马景洛十分满意，要知道自己今天一天都在试菜，为的就是能给先知的家人留下好印象。想到家人，马景洛询问童怡怎么只带了弟弟来参加聚会，童怡叹了口气，说自己的父母去世了，弟弟就是自己唯一的亲人。闻言，马景洛内心如遭雷击，自己为什么问这种问题？好好的气氛都被破坏了。随即他将目光看向了徐阿林，希望他能出来缓解一下尴尬。可徐阿林正在为两兄弟感到同情，丝毫没注意到马景洛的目光，无奈他只能出声叫徐阿林单独出来谈谈。走出包厢后，马景洛询问徐阿林食物是否好吃，徐阿林不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，笑着说食物自己非常喜欢。果然，此话一出，马景洛的面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。我让你来是为了陪好客人，你怎么这么笨？徐阿林对此表示十分抱歉，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普通的聚餐。马景洛深吸一口气问道：“安尚哲没告诉你大股东的身份吗？他可不仅仅是大股东，还是能预知未来的先知职业玩家。”徐阿林闻言后十分惊诧，显然安尚哲是没告诉他这个秘密。而马景洛在看见徐阿林的神情后，怒气全消。他表示预言家能看到未来的景象，他要是能告诉我们下一轮游戏会发生什么，这对我们将会有巨大的帮助。所以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讨好他了吗？徐阿林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，他点点头，表示自己知道该怎么办。可马景洛却认为他还不知道。随后他提出了更好的建议：“徐阿林女士，请你用你漂亮的脸蛋笑着赞同先知的一切，用尽你自己的全部，让先知爱上你。”可闻言的徐阿林却低下了头。他感到很抱歉，因为这种事自己做不出来。马景洛神色一凝，冷冷说道：“我身为公司董事长，为你开辟出了一条明星的道路，你不应该偿还我的恩情吗？请你不惜一切代价，为先知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。”马景洛知道用这件事做要挟徐阿林必然不会拒绝，临走前他还叮嘱徐阿林自己会密切关注他的表现。马景洛回到包厢后，发现童怡两人已经用完了餐，于是他邀请两人前往其他地方继续聚会。就在两人走过之时，徐阿林想要开口搭讪，可在要开口的瞬间又陷入了犹豫。这时弟弟白羊走向了徐阿林，他激动地说道：“徐小姐，我是你的粉丝，你本人比照片上的好看多了。”最后白羊说出了自己的请求，那就是想和偶像合影。徐阿林笑着表示没问题。就在这时，马景洛给他发送了一条信息，内容是让自己切换目标，先接近弟弟。在马景洛看来，只要搞定了弟弟，哥哥也自然会站在自己这边，这样就能很容易得到下一轮的情报。童怡淡淡瞥了马景洛一眼，因为他心中的想法早已被自己的内心符文洞察。不一会，马景洛便将几人带到了贵宾房间，在这里可以唱歌和无限制的享用饮品零食。童怡没有丝毫兴奋，只是让徐阿林先和自己的弟弟去外面合影。支开两人后，童怡瞪向马景洛，冷冷地说道：“别忘了我的职业可是先知，你以为我在未来中就看不到你与徐女士的对话了吗？”闻言，马景洛瞳孔巨震，冷汗也止不住的冒。只见童怡继续说道：“老马呀，如果你还想和我做生意，那就不要对我弟弟有任何想法。”